人在遭遇困境时，稻盛和夫的这10句话无疑是一盏指引我们前行的明灯。无论你现在身处何种年龄阶段，哪怕你此刻一无所有，只要你能深刻领悟并妥善运用这10句话，半年之后你定能扭转乾坤，重新崛起。请点赞并收藏起来，时常回顾，让它成为你人生路上的座右铭。祝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好运连连。第1句话，我们要明白，金钱的流失可以重新赚取，工作的失去可以再度寻找，朋友的离去可以重新结交，爱情的失去可以重新追寻。我们生来便是一无所有，又何惧从头再来呢？当人生走到绝境时，那将是重生的起点，如同水流至绝境变成瀑布一般。在攀登人生的山峰时，半山腰总是拥挤不堪，我们需要努力攀登至山顶，方能领略到更广阔的风景。人生这道题，无论我们如何选择，总会有遗憾。真正的强者会在夜深人静时剖析自己的内心，修补自己的创伤，然后在次日清晨以更加坚定的信念迎接新的挑战。我们要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勇往直前。在睡前，我们要学会原谅一切，让心灵得到净化，醒来时便是全新的自己。第2句话，一个人如果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那么即使整个世界都呈现在他面前，他也终将毁掉一切。当我们无法成为自己心态的主人时，便会沦为情绪的奴隶。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令人糟心的人和事，但我们要明白，所有的情绪都是一种表达。当情绪来临时，我们要学会按下暂停键，冷静思考，不要让情绪左右我们的行为。同时，我们要记住，脾气永远不要大于本事。如果我们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，就不要放纵自己善变的情绪。第3句话，我们不应该把自己活成一个落难者的形象，向所有人倾诉自己的不幸，因为我们的经历在别人眼中可能只是一个笑话。成长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，我们需要相信自己的人生必将灿烂辉煌。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内心所造就的，一个人的人生就是他的思维产物。我们要用心去感受世界，用智慧去创造未来。第4句话，人生的高度不在于我们看清了多少事，而在于我们看清了多少事；心灵的宽度不在于我们认识了多少人，而在于我们包容了多少人。做人应该如山一般稳重，能够容纳万物；做人也应该如水一般灵活，能够进退自如。与其看清，不如看淡；与其看透，不如看淡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修行的关键在于修心。只有从内心深处出发，向心而行，我们才能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不纠结，不惊慌，不迷茫。一切始于心，也终于心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频道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集精彩的内容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第5句话，当别人不再需要我们时，我们要学会收回自己的热情，并礼貌地退出。我们可以独自承受痛苦，可以尽情宣泄情绪，但绝不能做出不理智的行为。比如，不要随意发送不该发的信息，拨打不该打的电话。我们要明白，对于无法得到的东西，适可而止是最好的选择。及时止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。如果一扇门不愿意为我们打开，一直敲门只会显得我们缺乏礼貌。第6句话，面对不会的东西和觉得难的东西，我们不应该逃避，相反，我们应该先去搞明白它们，然后努力精通它们。这样我们就会比别人更优秀，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花费力气去钻研，最终自动淘汰，而我们执着的努力将会让我们占得先机。请相信相信的力量，
选择一件事就要坚持去做，并全身心投入其中。只要我们足够虔诚，就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和吸引。终有一天，我们的努力会配得上我们的梦想，而梦想也定不会辜负我们的努力。第7句话，每个行业都有其艰难之处，我们应该宁愿10年磨一剑，专注于一件事，也不要1年做10件事却毫无建树。走得快的人未必能够一路领先，而走得慢的人或许能够收获意外的惊喜。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并坚持下去。在此之前，我们需要保持耐心和毅力。只有熬得住的人才能脱颖而出，而熬不住的人则可能面临出局的风险。成功并非靠豪言壮语就能实现，而是需要脚踏实地、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坚持。第8句话，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，我们会发现一个深刻的道理：那些我们曾经帮助过的人，并不一定会在我们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，而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，却会在我们再次陷入困境时伸出援手。这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友情和情谊是在风雨中经受考验的。一个人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不在于他的言辞，而在于他的行动。一份情是虚伪还是真实，不在于平时的表现，而在于关键时刻的选择。第9句话，那些欺负我们的人，往往是因为我们的软弱而来，而那些欣赏我们的人，则是因为我们的自信而来。那些不在乎我们的人，往往是因为我们的卑微而来，而那些爱我们的人，则是因为我们的自爱而来。我们所遇到的人，都是被我们的能量所吸引而来的。因此，我们是谁，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。这让我们明白，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量和吸引力，才能吸引到更多优秀的人和事物。第10句话，钱的背后是对事情的极致追求和付出，事情的背后是人，人的背后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。我们要把生命维度修好，自然会有好的命运降临。而命运的背后则是道，即宇宙间的规律和真理。有一颗助人的心就是正道，这也是稻盛和夫所强调的。如果我们能深刻理解并践行这10句话中的道理，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充实和美好。同时也希望这10句话能够引发更多人的共鸣和思考，让我们一起在学习的道路上不断进步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人在陷入困境时，如何才能从中挣脱出来呢？倘若你始终在纠结如何逃离，恐怕只会更加深陷其中。因为人生的低谷并非简单的物理空间，它源于我们自身的能力不足与心理缺陷。当我们遭遇人生的低谷时，首先要做的便是放下心中的怨恨。怨恨只会消耗我们有限的精力，让我们在挣扎中越发无力。此时，我们更要抛却面子，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，低头苦干，才能逐渐走出困境。此外，我们要敢于从头再来，不畏艰难，勇往直前。而要做到这些，还需要我们亲力亲为，事无巨细，不要让自己闲下来，要行动起来。因为行动才是治愈一切困境的良药。你的出路、名声与情感，都源自于你事必躬亲的细节之中。当你真正做到了这些，你会发现，人变得更加谦和，视野变得更加亲近，而剩下的便是运气的眷顾。愿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找到智慧，勇敢面对困境，最终走出低谷，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。当你在人生的阴霾中徘徊，似乎陷入了无尽的低谷时，请记住那句古老的智慧：潜龙勿用。无论是背负沉重的债务，还是失去了工作，亦或是与心爱的人分道扬镳，大多数人都会面临2种选择。有的人会陷入绝望，放任自己沉沦；有的人则会四处寻找机会，企图一举翻身。然而，这2种方式都并非明智之举。其实，古圣先贤早已为我们指明了方向。庄子曾言：心思是最大的悲哀，一旦心灵失去生机，再提振作已是枉然。孟子亦告诫我们，即使拥有机会，也不如耐心等待时机成熟。而在《易经》中，
潜龙勿用的智慧更是深入人心。人在低谷时，最需要避免的就是盲目行动。此刻的内心往往充满了抱怨、愤怒和怨恨，无法保持平静和清明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明白，人生的得失都是因缘际会的结果，与他人和环境无关。放下心中的怨恨和不满，全然接纳现实，让自己的心灵回归平静。当心境平和之后，我们便可以专注于做好每一件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。因为状态决定境遇，只有保持良好的心态，才能吸引更多的美好和机遇。相反，如果心态不佳，即使再努力，也可能越陷越深。所以，让我们在人生的低谷中，保持潜龙勿用的智慧，静待时机，迎接美好的未来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力量，它有能力引领你从人生的低谷中崛起，那便是你曾经历过的那段黑暗岁月。我并非意图误导任何人，只是不愿见到太多人仍沉浸在混沌之中，被自己的无知与错觉蒙蔽了一生。我深信，那些能深刻领悟这段文字并勇于挑战以下6点的人，必定能够挣脱困境，重获新生。今天我要揭示的是6条足以颠覆你传统认知的世间真相。若你尚属新手，或心灵上不够坚韧，或许可以稍作停留。因为这些真相每一条都如同针尖般尖锐，挑战着你的常识。但我希望你能勇敢地面对，因为它们将为你揭示真实的世界。第一，与其沉迷于空洞的鸡汤，不如深入探究人性的奥秘。因为人性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，你需要做的是反思自己的人性，同时顺应他人的人性去行事。你之所以陷入人生和事业的低谷，归根结底是你曾经做出的那些错误选择所致。要改变这一现状，你必须学会收敛锋芒，暗中发力，去做那些你曾经畏惧、嫌苦、怕丢面子、怕失败的事情。同时也要学会做那些能让别人感到安心、舒适、有面子的事情，让他们在与你合作时感到有所收获。这样，你才能迅速积累起改变命运的力量。第二，你需要开始精心包装自己。是的，这里所说的包装，并非仅指外表的修饰，更包括你的言行举止、气质修养。或许你曾认为，做人只要心地善良，外表朴素即可。然而，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大多数人都会以第一印象来评判一个人，他们没有时间，也没有耐心去深入了解你的内心世界。因此，你需要通过提升自己的形象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。在商场和职场上，你的颜值、衣品、语言和气质，往往会在短短的10秒钟内决定别人对你的看法和态度。因此，与其纠结于内心是否美丽，不如先提升自己的外在形象，让它成为你迈向成功的敲门砖。第三，读书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学习，更不是为了盲目追随作者的观点。除了少数传世经典之外，大部分书籍所表达的观点都只是一家之言，它们可以作为你的参考，但绝非圣旨。读书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阅读多种角度的思想、观点和方法，发掘和升华出自己的独特见解，从而努力超越自己，成为更加伟大的存在。而这个更加伟大的你，或许已经超越了那些书籍的作者。第四，低谷期并非一无是处，相反，它是一个宝藏，是一个开悟和反思的最佳时期。你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仔细回顾过去的一切经历。因为让人觉醒的并非经历本身，而是你在经历之后的思考和总结。顺境容易让人狂妄自大，而逆境则能催生智者。只有在低谷期这个绝佳的时机里，你才能更加清晰地看清自己以及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但请记住，看破不说破，你需要做到的是心中有数，脑中有路。第五，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东西，莫过于一贫如洗的真心和一事无成的温柔。真相是残酷的，没有物质基础的爱情和关心，永远无法落到实处。除了你的至亲之外，大部分情感在利益面前都显得如此脆弱不堪。
而你的至亲所期望的，也并非你天天黏着他们，而是你能为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，更多的安全感和优越感。因此，请不要让自己陷入躺平和认命的谎言之中，这些都是人们为了逃避欲望和罪恶感而找的借口。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虚伪和自欺欺人的人，请不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，否则你将终身后悔。第六，你的人生并非毫无意义，所有的意义都是人类自己赋予的。时间的意义、生命的意义、努力的意义、生活的意义等等，都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认知来定义的。有些人甚至不仅为自己定义了人生的意义，还试图向别人灌输他们的观点。但真相是，你的人生由你自己做主，你觉得怎样有意义就怎样活，只要不违法，不伤害他人即可。没有绝对的对错和好坏之分，只要你最终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选择，并不后悔就好。因此，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低谷期或感到迷茫无助，那么这正好是一个让一切重新开始的好机会。请静下心来问问自己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已经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摆在了你的面前，接下来就看你自己如何抉择了。当你身处困境，急需翻身之际，切记远离那些情绪污染源，他们只会让你的心灵负重前行，而无法给予你真正的滋养。与其陷入低质量的社交漩涡，不如享受高质量的独处时光。无论外界如何纷扰，保持内心的平和与洁净至关重要。做人啊，有时候需要一半装糊涂，一半留清醒。有些事心知肚明即可，无需言表；有些人看透不说透，保留一份善意。人生路上总会有人羡慕你，有人嫉妒你，有人嘲笑你，甚至有人误解你。但这些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无需过分在意。做好自己便是最好的回应，远离那些总让你动怒的人，不管他们是谁。他们的存在只会损耗你的健康和快乐。别让他们轻易地搅乱你的生活，也别让他们轻易地离开，留下你独自承受痛苦。生命短暂珍贵无比，不要让那些不值得的人浪费你的时间。要珍惜自己的每一刻，把时间花在值得的人和事上，让你的生命更加充实和美好。在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中，有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理解，却又常常感到力不从心。然而，真正能让所有人对你刮目相看的，并非言语的华丽，而是你内心的坚韧和智慧。现在，让我分享3个简单却有效的招数，让你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，至少能让你成长20倍。赶紧收藏，以免错过这些宝贵的建议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。情绪管理是人际交往中的一项重要技能。不要轻易向他人诉说自己的痛处和难处，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忙于应对自己的生活，无暇顾及你的感受。同时，对于刚认识的人，我们要保持警惕，不要轻易透露过多的个人信息。对于那些让你感到疲惫的关系，不妨果断地结束，以免浪费时间和精力。记住，用实力说话远比空洞的言语更有说服力。其次，我们要明白，无需强求所有人的理解和喜欢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背景和观念体系，我们无法要求所有人都与自己看法一致。因此，在与人交往时，我们要尊重彼此的差异，避免无谓的争论和冲突。当遇到意见不合时，一个微笑或眼神往往比发脾气更能化解矛盾。此外，我们要学会适时地保持沉默。言多必失，在位置不同、认知不等、三观不合的情况下，少言为贵。用实力和行动证明自己远比空谈更有价值。最后，当压力山大，快要崩溃时，我们要学会自我疗愈。不要期待他人的同情和安慰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压力和困扰。在无人问津或技不如人时，我们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，专注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即使内心破碎，也要坚持前行。在崩溃中继续前行，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。总之，
想要让他人对你刮目相看，关键在于提升自己的内在素质和智慧。通过情绪管理、尊重差异和自我疗愈这3个招数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人际交往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。记住，成长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进步的过程，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，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当一个人身处困境，一无所有之时，更需坚守那份盲目的自信。如同王阳明所言，做一个内心永远光明的人，坚定的自信将引领我们走向未知的未来。若连这最后的信念都丧失，那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。积极的心态源于对自己的一份信任，坚信自己终将战胜一切困难。面临挑战，我们需勇往直前，敢于打破常规，才能成就更大的辉煌。成就伟业，必先掌握逆向思考之道。正如面对艰难险阻，必须勇往直前。当事情看似陷入绝境，各种困扰与问题层出不穷，内心自然充满恐惧与焦虑。然而正是此时需摒弃畏惧，大胆前行，无畏无惧，敢作敢为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打破既有束缚，开创全新局面。否则过多顾虑只会束缚手脚，使你在各种顾虑中沉沦。再者，当面临多重选择时，务必保持清醒与审慎，不要因选择多而沾沾自喜，反而应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。因为在选择中，你拥有主导权，稍有疏忽便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。许多人在顺境中因选择众多而心浮气躁，忽视错误的可能。因此，必须学会逆向思考，方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尝试一番，你定能领略其中真谛。不必刻意去迎合他人的期待，而要全心全意做好自己。你的人生是如此独特且宝贵，每分每秒都值得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，而非浪费在取悦他人上。就像一位决心坚定的创业者，他不会为了迎合投资人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和理念，因为越是盲从，越可能让对方质疑你的能力。相反，你应该坚定地走自己的路，创造价值，追求成长与成熟，直至走向成功。当你逐渐变得强大、自信和充满活力时，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欣赏你，支持你。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欣赏那些坚韧不拔、自信满满的人，所以不要过分关注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，更不要让他们的负面评价影响你的情绪和信心。你的价值不是由别人的嘴巴决定的，而是由你自己的努力和成就来证明的。不要活在他人的评价中，而要活在自己的期待和目标里，为自己设定明确的人生规划，并全力以赴去实现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保护好自己的心理能量至关重要。不要让外界的噪音干扰你的内心平静，更不要让负面情绪侵蚀你的信念和动力。你的责任不是去讨好别人，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，更加成功。当你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格局时，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纠结不已的小事都变得微不足道。因此，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养。那么，如何让自己充满能量去学习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多读好书，多走好路，多结交优秀的人，并寻找一位能够指引你前行的良师。人生就像一段旅程，我们需要不断地探索、学习和成长。通过不断地提升自己，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丰富和深刻。同时，我们也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外在形象，而学习则可以让我们的内在更加充实和美丽。所以，不妨将运动和学习结合起来，让自己在内外兼修的同时，也能够享受到成长的快乐。学习并不只是简单的听课或看书，它更是一种态度和生活方式。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好奇心，不断地去探索新的领域和知识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不断进步、不断成长。愿你我的生活充满阳光，温暖如春。关注我，
我是才知道，待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，